嘿，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聊聊玩家一定要懂的6件事情哦。那也是蛮多玩家最头疼的问题。那第一件事情，我的人口22个人，到底要怎么去分配？那有没有最强的配置可以直接照抄？那我这边跟大家说，没有。这游戏没有最好的配置，只有最适合你现阶段资源的配置。那像是猎人的装备啊。装备，它的等级，以及它的个性，还有它的其他的道具相关的东西，还有你有没有氪金啊，甚至你打 BOSS， 还有 PVP 竞技场，还有 PVE 野区的需求，那都会影响到整体的规划。所以千万不要直接照抄别人的配置哦。那我下一部影片会再慢慢帮大家解析各个阶段的配置。然后就是分享一下我的配置的看法。那第二件事情，我也先想要跟大家聊聊新手很容易踩到的那个大坑就是不要花宝石去抽猎人。那除了你开局手抽之外，后面是真的没有必要花宝石抽猎人哦，因为很多人都抽过，那最后都是说后悔把钻石丢在这个没有用的地方。因为你的22人口的配置会随着版本。还有你的难度会一直在做变动，也就是说你的猎人在这个阶段或在另外一个阶段可能会没有用，或者在某个阶段才会有用这样子。那宝石的话，我认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好，那猎人怎么来呢？就是地图上我们会看到一个绿色的或紫色的，还有金色，直接加1000点。那它就是可以来这个奖励商店啊，这边有随机的猎人邀请卡，可以去做兑换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探险，它有小几率会直接给你好几张。那大奖的话，好像会给这个超稀有的猎人邀请卡，也是蛮厉害的。还有再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待机所，它会自己走进来的猎人，那其实就非常的够用了。另外我科普一个小知识，那是有关待机所的，在你人口没有满的时候。每10分钟会进来1只，那人口满的时候，它就是1小时才会给你1只。那你有 VIP 的话，它是会缩减到40分钟来1只。所以基本上一路到最高的难度之前你通常是不会去补满人口的除非你是大课长或者是玩很久的玩家，跟我一样玩好几年不缺秘法还有这个觉醒结晶或者是好的猎人。那真的路上随便捡一个来用就可以了。好，那第3件事情，大家很好奇这个猎人的个性要怎么做选择？那我认为这是到最后的难度，等你配置稳定后才追求的东西。那除了手抽的金刚法师以外，我会建议其他人只要有橘色的攻速，然后个性不要负面的，那就算是你 S 的等级也没关系，因为我认为装备的提升是远远大于个性的。像我常说，装备可以帮助你提升1000%的强度，而个性的话，顶多只会增加10%左右的强度，所以真的不用太执着于完美个性初期随便抓一个橘色攻速，没有负面效果，就是没有负面的个性就可以直接上咯。推荐的个性有金刚不坏还有英雄心态、大力、快手，还有领导力强。最后一个是新手救星老千。这个老千的个性蛮特别的，它是强化几率会直接加5%，那配合那个强化日的活动是直接加了10%，那是非常的厉害哦，也蛮省强化值的。好，那第4件事情《英文春物语》这个游戏偏向英雄主义，你不要看有22个人口位置，那其实认真说只需要有3到5只的主力输出就可以，那其他人放羊不死摸鱼摸摸材料就可以了。比如说单只越强才更有可能会让全村人都变强，所以资源千万不要平均分配给各个猎人，而是将所有的资源先灌出一个最猛的猎人，那让他带飞全部人这样子。因为这个游戏算数值游戏，后面越低，那每多1%，那它的加成是蛮夸张的这样子，就是数值膨胀就直线上升。好，那第5件事情。PVP 的商店到底要怎么做兑换？第一个角斗场，我会推荐新手先买这个妙尔尼尔的雷锤，那小雷锤，那不要换大把的大把虽然有比较厉害一点，
但是我认为它用到的时间太短，反而是浪费你的角斗币。好，那我们换完3把这个雷锤啊，我们就可以帮主力去买这个减宝的白龙召唤券，它是可以加2%的攻击力，还有2%的防御力。对，那再来换完之后，我们来换这个剑斗士的时装，以及这个剑斗士的大师的时装。那这2个左边买1件解锁图鉴，那之后都是统统买这个剑斗士大师时装。对，那因为左边分解的话只有2个闪光币，右边这个可以分解到5个闪光币。对，那闪光币是可以来这边去抽时装的。好，那如果跟我一样不缺闪光币，那就可以帮他全部买这个装备回收券，也就是可以把装备拆下来这样子。那大家不要傻傻的乱拆装备，我们有这个组成装备保管所，可以请猎人把装备丢进去，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猎人去索取这里面的装备，那就是省了一个拆除的装备券这样子。好，那冠军币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可以直接获得的，要透过你的建筑一个马车兑换冠军代币，那就可以去做兑换的动作。那这个阶段很特别，只需要买最后3个道具，就是召唤券，还有领养证，其他前面的都可以不用买。好，那挑战者币就是它5v5会 PVP 会给予的东西。好，那我会先推荐不买武器，就是先不要买武器，我们先买这个蓝色的碧蓝王冠，对，然后再买7包的这个成长石，让它成长满。对，然后给坦克领主穿，这样的好处是比较不用为了刷不到混沌的坦头而烦恼，就直接拥有这样子。好，那再我会推荐买这个召唤券啊，或领养证，或者是买武器做滚雪球，那点数越多的话也是可以的。第一把我会推荐买这个超级马赫斯，它是 PVP 守护必备的武器，然后在 PVP 会非常的坦，但是在野区的坦度会输给那个红色王五红锤，对，它只仅限于 PVP 做使用。好，那第二个阿瑞斯之剑，我找一下，对，这个它是给 PVP 所有的狂战做使用，毁灭坦克啊、剑圣啊，或是破坏啊，都可以做选用这样子。它的效果其实蛮强力的，会给予很大的一个防护罩这样子。那输出也是很高的。好，那第3个我会推荐去换这个乌拉诺斯之杖，那又称为天空杖，它很明显是给 PVP 的魔咒还有梦想做使用的哦。好，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最后再慢慢补上这个召唤券还有领养证。啊，胜利战场的部分，这个是在10人 BOV 才会给的胜利战场币。那这个东西呀，你只要参加1场，它就会给10点。那总共你可以参加60场，就是说600点。那最后结算排名的时候，那它是最低会至少给你600个胜利的那个战场币。对，那我会推荐新手全部买这个英雄觉醒石，它是可以将13H 的猎人变成14L 的猎人，那踢掉之后就会变成那个无限的觉醒结晶。那我刚刚所讲的是3和14要怎么算呢？那计算点数的方式就是蓝色是1点，橘色是2点，紫色是3点，然后你总共22点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 U 了。对，那前期我建议新手全部点紫色攻速就可以了，啊，其他东西就先不用点，因为上 U 的其实也还好，主要是攻速紫色会让你配装舒服一点。好，那再来我会推荐买这个白虎，对，它加非常多的血量，我是觉得给坦克还不错。那再来我会推荐买这个转职蜜药水，也是转职药水啊，对，就很单纯可以帮你转职。然后还有这个我现在所买的天使的祝福啊，那天使祝福是一个大坑，所以那是后面再玩的事情。那或是大家可以存着买胜利战场的翅膀1张，对，好。那第6件事情，看到商城，我很想要储值，但我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 CP 才会高。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无氪也是可以玩到大后期哦，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储值就当做支持游戏，那也是把进度直接缩减了一个东西。当然，游戏公司也要赚钱，对吧？那储值之前，我会建议先去看我之前的账户保护的影片哦，因为这个游戏的账号真的是蛮容易遗失的，非常重要。好，那我认为有3个礼包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世界王5的礼包，世界王5有2个礼包。第一个是你世界 BOSS 打过之后啊，它会在你的村长俱乐部旁边出现一个限时礼包，它里面有卖世界王5的礼包，对，以及这边有世界 BOSS 活动礼包，也都是可以直接获得王5的，是很强的毕业武器啊，现阶段啊。好，那第二个我会推荐买这个每日的礼包，叫做每日英雄记忆礼包，它会给予800个英雄记忆碎片，那这是越狱之后会很缺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认真玩或者是氪金的话，就现在看到你就直接买了，不然你越狱后再买，就是又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获得这个记忆碎片。当然打地图也是会给，但就是很少。好，那第3个我会推荐去买这个 VIP， 对。那 VIP 的话，如果是单一功能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买，会比较便宜。但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样什么都有6个，你就去村长俱乐部买，然后不要在游戏内买，会比较贵。那村长俱乐部里面也有一点坑，但是我就不点进去了，就是它单一的有可能会卖的比它合起来的组合包还要便宜。对，那组合包有时候会比较贵。所以你要去对比一下它的 CP 值，自己按计算机算一下。好，那以上是我认为大家要知道的6件事情。那如果你有任何猎魔村物语的问题啊，可以欢迎留言，或者是官方的 DC， 就是设定点那个社区就可以进去了，或者是燕草的赖社群做讨论哦。对，里面的人很爱聊天。好，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大家拜拜。